大家好，我是13恩。那最近有个新闻是，有台车追撞，酒驾追撞前面的车子，不幸前面的车子里面有一台是摩托车，他就因为这样被整个夹到，然后好像飞出去之后就过世了。那这个议题呢，其实蛮有争议性的啦，因为大家会想讨论说，你应该要在后面等，还是你应该要车道分割到前面去？那整件新闻呢，其实最大的重点是不要酒驾，真的，因为酒驾罪大恶极，很多人说那算是过失杀人，我觉得是蓄意谋杀。你今天喝酒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你一旦喝酒上路之后，你就是对其他用路人造成很大很严重的危害。酒驾一直在宣导，但还是有人酒驾。那身为骑士，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呢？那我自己呢，因为在美国、在台湾都有骑车，那美国很多地方是也不能车道分割的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。那我是怎么样做一些保护措施，然后避免后方追撞？那在加州幸运的，因为可以车道分割，所以你可以离开车流到最前面去。那这个当然是最安全，因为你后面没有车可以过来。但是其他外州，或像之前我去加拿大是那个杜卡迪、本尼加里的时候，它那边不行车道分割，所以我必然要在车子后面等。那我要怎么做呢？才能好好保护自己？台湾是比较尴尬，因为台湾分 CC 数，你骑乘的方式会不一样。所以，如果你要遵守法规，你可能就在后面等。那骑小车，你可能没关系，可以及时到前面去保护自己。但是你分割到前面去，不代表你就没有风险，因为摩托车很多的时候，摩托车也会追撞。当然，摩托车追撞伤害可能不会那么大，但是还是会有追撞问题。所以我今天的经验分享，其实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蛮适用的啦。当然，如果有一些更好的建议，欢迎下面留言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大家拿出来共同讨论。好。那今天如果你骑车必须要在车流后面等，或是你选择在车流后面等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镜子。你车子准备停下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后照镜先看看后方，它开过来的时候后方的车流速度，它是有慢慢停下来呢，还是它没注意到你一直往前冲？你有看到后面的车子，你才知道你下一个步骤你是应该要去闪、靠旁边还是怎么做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镜子的话，你等于就是像后面瞎了一样，你看不到，你不知道后面车会不会冲过来。那如果因为你没有镜子，你变成硬要转头180度去看后面的话，那你丧失这个宝贵的时间，你还要注意到前面，这是蛮危险的。所以我觉得镜子非常的重要。镜子的位置呢，我觉得因人而异，有些人觉得原厂最好，那我自己是喜欢摆我觉得看最广大的位置，那我觉得最安全的位置。那这个跟原厂可能不一定是一样的。好，再来刹车，有些人会做点刹的方式去让后刹车比较闪，然后提醒后面的人。那还有一些是模组，你可能按一次它会闪3下之类的。这个其实4轮很多改装车也会这样做。那我觉得这出发点是好的，因为你是提醒后面的用路人。但唯一的缺点是，可能你今天在大城市里面，然后很多人是改的比较夸张那种，不是只是闪3下，可能是闪到不行，然后连方向灯都一起闪。这个坦白说，你在骑乘的时候会让后方用路人比较造成混乱。那我觉得这要看你自己的骑车环境去斟酌一下，说你怎么样做是最好。但基本上，我觉得点刹的方式去提醒后方用路人是一个蛮好的出发点。好，那自身的防护装备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那我自己的话是一定全部都穿。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穿，但是在被追撞的情况下，你有防护装备一定是最好的。好，如果我今天选择在后面等的时候，在停下来之前，第一个我一定先想好，等一下如果后方有车子冲过来的话，我有没有地方闪？那这要怎么做？第一，你要保持安全距离；第二，你要先看车子旁边的空隙，是不是可以让你去往左或往右。那如果你是左转线或者你是右转线的话，是旁边有空间，可以去闪车子。至少你今天如果车子后方真的冲过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利用旁边的车子去挡住，当做你的一个保护罩的感觉？当然，撞击太大力的时候，你有可能被波及到，但至少不是直接被撞到。至于你车子应该要在你马路上的哪一条道呢？因为摩托车比较细，所以一个马路上你可以分3条嘛。你要在左边、中间还是右边？那这个看地区。有些人觉得说在中间最好，因为中间的话让后方车知道，你现在这条线是你的，旁边车不要过来。尤其如果你像在台湾，你常会被逼车的话，你走边边，大家车子硬会挤过来，你就被挤到边边去，这很尴尬。那我这个人认为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是不是正中间，一定是偏一点。偏一点的时候，然后注意到刚刚之前讲的，我可能要逃亡的路线，如果后方车过来之后，是不是可以赶快去闪？
那不要正中间原因，就是因为正中间你要绕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时间比较多。再来就是，其实每条路的正中间啊，地上啊是比较脏的，可能马路上有车子漏油啊，中间都会比较脏，所以可能会比较滑，这是有可能的。那你看我过去的影片，你会发现我每次停车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按住离合。好，这个问题有人来讲了，我一定是按住离合，然后入一档等。很多时候别人跟我说，你可以调空档休息，为什么不休息？那我80%的情况下呢，我都不会打空档休息，我一定是入一档等。你说这样子会伤离合线，对啊，可是我今天要顾的不是我离合线，是我的生命，所以我一定等入一档，随时注意后方有车要出什么问题，我可以随时闪，可以起步，可以走。很多时候你放空档，你在放松，然后也没有注意到后方的话，我觉得这非常危险，很容易后边车子冲过来的时候你来不及反应。那今天这个新闻事件，我觉得比较可怜的是，他后方好像还有其他车子，所以他可能觉得后方车已经停下来，自己是安全的，结果还是很不幸，因为追撞的力量太大，直接撞过来。那他的车子我是不知道啦。那这个我觉得不管你是骑挡车或是速克达都一样，你就是随时要保持移动的状态。你说这样骑车有点辛苦，但我之前有说过，你骑车本来就应该有被害妄想症，所以这样一点辛苦其实习惯了就还好。那最后我要说，酒驾不能原谅，祝大家自己骑车的时候也都平平安安，谢谢大家。